上，水过稻花香。8000里路云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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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里路发出万平安，8000小小雨歇，8000海望眼，8000两天长啸，8000中怀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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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怀吉年。请进。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当然。还读堂吉诃德？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您的伤怎么样了？还好，没死，命挺大。外婆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他看错了，你这不看上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手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因为我是汉奸吧？那你是汉奸吗？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使周粟，好气节。可以。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2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10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他，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10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2个人知道。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哪怕这件事情小的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曾雪飞。您认识他？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不奇怪。你跟他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义卖是好事儿，但是也要小心一点。曾雪飞的背景，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儿归做事儿，你还是要机灵点儿，要学会保护自己。谢谢田先生。只是之后
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之前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谢谢。还是堂吉诃德？当然。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当然。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毛托上，鼓舞罗心凌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鸿雁于飞，速速其羽。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玉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你经历过？嗯。你们称之为长征。没错，长征。谢政委。哎，云贵兄。哎。谢谢。好嘞，谢了。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你一个人去敌后啊？习惯了。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哼，你呢？我无处可去。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于峰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说实话吗？当然了，我想听实话。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贵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翻版。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的。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可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进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拒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
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扑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的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没有空地协调，对步炮、步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奏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才相信，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辜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云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难得呀，云快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于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一切顺利。嗯。哎，土豆呢？七朵庄。给，吃这个。谢谢姐。哎，淑帆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看透不说破。兄弟，我这脚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这才哪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9条命，死不了吧？来试试。啊？啥意思？哦，哎呀，哎呀，你行啊！哎呀，有2下子呀！李峰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请讲。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作何理解？我在延安康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4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努力起来，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还挺羡慕你们的，吴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多。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掉？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火，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唱歌？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好。会唱的一起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北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宰羊。自从大南平地起，剑引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我。说。我想当个报日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化剑为犁，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壮美，壮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4万万同胞心一样，心的长城万里长。行行好，3天没有吃饭了。行行好，3天没有吃饭。
重新好好。吃吧，部长。哎，谢谢谢谢谢谢。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哼，念书，念你奶奶个腿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这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大饶命啊！老大饶命！老大，你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转身儿。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啊！转过来，抬头看我。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那怂货，我送你3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瞎子，敬旅长，敬于连长，敬王排长，敬铁塔，敬吴有才，敬秀，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干！黄瞎子，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一直到现在了。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那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3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你都不知道。我咋了？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先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那天开枪的是你们。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感恩不尽。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你看我像哪边的？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1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坐，先坐。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第2天呀，我醒了，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
不见了。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卢沟桥事变纪念日，这个爆炸是你们干的，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2个日本人，还死了2个中国人。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哦，我明白，我明白。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就是好。你现在在田府这位置上，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人家他也不是汉奸，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儿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我帮你执行什么呀？瞎子，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上。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
回去吧。瞎了，我就是个厨子。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洗把脸，漱漱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黄铜怀表一只。对，你好。黄铜怀表一只。女士羊绒大衣一件。女士羊绒大衣一件。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怎么了？手指头。怎么回事？日本人的伎俩。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家，来。害怕日本特务吗？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征募免役。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董局、工部局的辖制。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的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田家泰？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热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太爷，我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快吃吧啊！万福儿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太爷，
您说什么是汉奸？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太爷，我来。万福啊，哎，《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太爷，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了。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